各位，3年前我父亲劝我，女人不要为了婚姻丢掉自己。我不信，跟他打了个赌，如果我的丈夫张志远3年内不出轨，父亲就把名下所有股份无偿转给我们夫妻。今天是赌约的最后一天，明天我将和志远一起签收这份1000亿财产，并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他的身份。志远，他给我买的，他什么时候买的？这么贵的包，他得多加多少班才能买得起啊？老公，你在家吗？我回来啦。老公，你给我的惊喜我看到了，你怎么这么傻买这么贵的东西？你赚钱多不容易啊！我买给娇娇的包，怎么给沈清宁翻出来了？现在也不好再要回来了。你喜欢就行。老公，我以后一定更省，对你更好，我们一辈子都好好的。这包太贵了，志远不知道又要加班多久才能赚回来。我自己有钱，不能让他这么破费，还是退掉吧，把钱留给他应酬用。你好，我想退货，包装和票据都齐全，没有使用过。哎呀，这不是我们 A 大当年鼎鼎有名的校花沈清宁吗？真是岁月不饶人呐！当年你何等风光，怎么现在混成这副德行了？葛娇娇，既然今天是你当班，那麻烦你帮我办理退货。行了，别在这演戏了，拿着你的高仿 A 去街边的平价店碰碰运气吧。我们这不退假货，真假不是你说了算的，吊牌就在这里，一查便知。你凭什么断定是假的？沈清宁，你拿着一个假包，也敢拿来在我们店里退货？现在彻底退不了。葛娇娇，你干什么？谁知道你这是从哪个地摊淘来的破烂？赶紧拿着你的垃圾滚出去！葛娇娇，你就是这么服务客户的？我告诉你，这包是真的，你必须赔。你把你们店长叫过来。叫店长？沈清宁，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张志远，这家店就是他专门为我开的。他说了，我就是这里的老板娘。你投诉我？你信不信？你前脚投诉，他后脚就能把你扔出去。你说什么？你男朋友是张志远？难道志远要开的店就是这一家？他开店就是为了在这里窝藏小三？不可能，志远那么爱我，我要找他问个清楚。站住！把你这些不上台面的破烂玩意儿一起带走，别脏了我们店的地板。这字怎么会和志远的一模一样？不可能，一定是恰好有人的字迹相似。好啊，沈清宁，这明明是志远送给我的包，怎么会在你这里？你这个小偷，你从哪儿偷的？葛娇娇，我不管这包里怎么有你的贺卡，但这包是我买的，不是偷的。你买的包？沈清宁，你眼睛瞎了吗？这是我老公送我的礼物，这贺卡上还写着我的名字，你有什么证据说这包是你的？好，你不是要证据吗？我给你证据。你在包里面摸什么？不会找出来一把青菜吧？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买这个包包的票据我拿得出来，你拿着一张莫名其妙的贺卡就说这个包是你的，不觉得太可笑了吗？沈清宁，为了退这个假包，你还真是不择手段，连道具都准备好了。葛娇娇，你干什么？你是柜姐，这票据是真是假，你分辨不出来吗？你知道这包谁送的吗？这是张志远送我的礼物。你以为你是谁呀？张哥凭什么送礼物给你？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就是张哥的那个黄脸婆老婆吧？黄脸婆，原来在他嘴里我就是个黄脸婆。葛娇娇，你知三当三插足别人家庭，你就不觉得脏吗？沈清宁，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这副穷酸样。张哥喜欢的是我这样前凸后翘能给他长脸的女人，你这种扔大街上都没人多看一眼的下堂妇也配得上张哥？怎么，你不信？那我告诉你，这家店的启动资金200万是我沈清宁投的，只要我现在一个电话，资金立刻撤回。而你这种品行不端、侮辱顾客的店员，我作为投资人，现在立刻就可以让你滚蛋。沈清宁，你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吧？你一个靠男人养的家庭主妇，买菜前都要伸手问人要的寄生虫，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行啊，你不是不死心吗？那你现在就去投诉，我看这海城谁能开了我葛娇娇。老公，你快来店里，有个疯女人拿这个假包来闹事，非要退包，我不让，她就骂我，还要投诉我说要开除我，她好凶啊，人家好害怕，你快来给人家做主啊！哪个不长眼东西敢欺负的宝贝儿？娇娇别怕，老公马上到，看我怎么收拾他。听见没？我老公马上就到，等他来了，看他怎么让你这个疯婆子跪下来给我道歉。这声音真的是他，张志远，你用我给你的钱开一家店来金屋藏娇，你竟然真的出轨了！让他来，我也想看看他怎么收拾我，只怕到时候自身难保的是他自己，而他更护不住你。
沈清宁，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你一个没工作、没背景的黄脸婆，拿什么跟我斗？我老公可是沈氏集团的高管，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蚂蚁！我劝你识相点，赶紧滚，不然我让你在海城混不下去！喂，李哥，您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啦？葛娇娇，你被开除了！葛娇娇，你被开除了！什么？这不可能！沈清宁，你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叫动李哥？陈特主，你通知下去，让总部开除葛娇娇。是。葛娇娇，我说过，今天谁来都护不住你，我开定了。沈清宁，你这个贱女人，我打死你！葛娇娇，你发什么疯？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报警？你这个贱女人还想报警？啊！完了，这是张哥花了100万买回来的镇店之宝，他千叮万嘱，绝不能有半点闪失，现在全碎了。沈清宁，你这个扫把星，你为什么要躲？如果你不躲，这些东西怎么会碎？都是你的错，全都是你的错！我不躲，难道我要站着任你打？葛娇娇，是你先动手伤人，自己摔倒打碎了东西，与我何干？这泼天的脏水，你也配往我身上泼？放屁！这一套瓷器价值100万，现在你必须赔！你沈清宁今天不拿出100万，就别想走出这个门。你自己行凶未遂，自作自受，打碎了东西，还想讹诈我？这100万该由你葛娇娇一分不少的赔给店里。我赔？这瓷器是因为你才碎的，我凭什么要赔？我撕烂你这张胡说八道的嘴！贱人，我打死你！住手！陈特助命令我好好招待沈总，幸好赶上了。不过沈总看起来不想暴露真实身份。大呼小叫，成何体统？这地上又是怎么回事？李哥，您来了，您可要为我做主啊！我本来在好好服务这位客人，结果他用假包来胡搅蛮缠，说要退包，我不给他退，他就把这瓷器给摔了，这可是100多万的东西啊！您一定要让他赔，不能让他跑了。你的意思是这位小姐打碎的瓷器？那个角度监控根本拍不到细节，只要我一口咬死是沈清宁摔的，他就一定得赔。沈清宁，让你再装清高，我看你这回怎么翻身！对，就是他，他砸了东西还想赖账，我想拦住他，他不仅骂我，还想动手打我。李哥，你要是不信，可以去调监控。葛娇娇，你可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这个位置是监控死角，就算去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看来你是铁了心想把这100万赖在我头上了。你少血口喷人！沈清宁，我劝你识相点，赶紧给李哥道歉，好好商量赔偿。说不定李哥还能发善心，让你分期付款，不然你就等着去睡大街吧。不是我做的事，我为什么要道歉？你还嘴硬？你的证据呢？拿不出证据，你就是凶手！你要证据？好啊，我这里有录像，记录了葛娇娇用包砸我以及嫁祸给我的全部过程。你怎么会随身携带监控？你怎么会随身携带监控？报警！你这个贱女人还想报警！啊！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有个小习惯，在感觉到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胁时，会提前打开手机录像，以防万一。这段录像包含了所有你栽赃我的过程，算不算你要的证据？葛娇娇，你不光打碎了100万的瓷瓶，还栽赃给客人。我不光要开除你，你还要赔偿给店里100万。100万？怎么，葛娇娇，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向我道歉？说不定我也会允许你分期付款呢。道歉？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向你这个黄脸婆道歉。我知道了，难怪李哥帮你，你肯定被他包养了。说完了。要说包养，张志远身上从上到下都是我花的钱，是我包养他才对。你疯了？说什么胡话？你这个黄脸婆还想包养张？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张哥的人，我打死你这个贱人！葛娇娇，你做什么？我在这里，你休想动沈小姐一根汗毛！你刚刚说你是张志远的人，就算他站在这儿，我也照打。你们这群奸夫淫妇，你们给我等着，我让张哥来收拾你们！张哥，你快来！那贱女人带姘头欺负我，我提你名了。他们说你来了也不管用。什么？娇娇，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设局害我，摔碎了你最宝贝的瓷器，要我赔100万，我哪有钱赔？赔个屁！你是那家店的老板娘，店里的东西你高兴砸了情伤，那也是你的自由。老公给你兜着，今天老子不让他们跪下来给你舔鞋道歉，老子就不姓张。你听见没有？我老公马上就到。你们两个要是现在滚，我还能大发慈悲饶你们一命。葛娇娇，你现在已经被开除了，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真正该滚的人是你。还敢嘴硬，
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保安，店里进疯狗闹事了，把这2个贱民给我抓起来！葛娇娇，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这2个人合伙打砸店铺，毁坏价值100万的财物，还动手殴打店员。现在我命令你们把这2个暴徒给我按住，尤其是那个女的，给我抓牢了。废物，听不懂人话吗？我男朋友是这家店最大的投资人张志远，这2个一个是疯婆子，一个是不听话的破经理，我男朋友动手指就能捏死。你们不听我的，等会儿我老公来了，我让你们一起卷铺盖滚蛋。好啊，你让他来，我沈清宁今天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他张志远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你这个贱人，到了这时候还敢狂，还不赶紧把他们2个都给我抓起来！特别是那个姓沈的，给我把他胳膊拧到背后压过来，我今天非要亲手抽烂他这张嘴，看看他还怎么哑奸嘴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疯女人给抓起来！你们是店里的保安，还是他葛娇娇的私人打手？你们这些看门狗竟然敢碰我！等我老公来了，我要让他把你们统统开除！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不快把娇娇给老子松开！张哥，你怎么才来？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你看我的脸被那个贱女人打成什么样子了？她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张哥，你要为我做主啊！我好疼，好害怕。啊！他们竟然把你打成这副样子，我张志远倒要好好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动我的女人！李经理，你怎么在这儿？张哥，那个贱女人呢？该不会是听说你来了，吓得躲起来了吧？我就说她就是个没背景的软柿子，一听见你来了，立马夹着尾巴逃了。算他识相，敢欺负我的娇娇，就算他躲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把他揪出来，让他磕头道歉。张志远马上就到，我倒要看看我捧了3年的男人，嘴脸到底有多丑恶。明白，沈总，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意思办，绝不会露馅。你们2个保安竟然敢碰我的女人，还不赶紧给我滚！张总，葛娇娇恶意对待客户，态度恶劣至极，还动手行凶未遂，自己摔倒打碎店里价值100万的镇店瓷器。按照规定，他必须全额赔偿。赔什么赔？不就是一套破瓷器吗？我的娇娇宝贝金枝玉叶，别说100万，就算把整个店砸了也没事。店里的东西都是我的，他想怎么摔就怎么摔，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就是，张哥是这家店的大老板，我是老板娘，店里的东西都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李飞宇，我看你是在商场待久了，忘了谁才是这家店的投资人。我的人我互定了，这钱我1分都不会赔。我顶着压力一次次从自己名下调拨资金，填进张志远那无底洞般的梦想和事业里，原来都变成了他金屋藏娇的资本。张志远，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那套从一而终此生不渝的鬼话，才会觉得你木讷老实，值得托付终身。张总，你如此明目张胆地偏袒护着葛娇娇，甚至无视店内规章制度，纵容她毁坏财物，你和她之间该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吧？糟了，李飞宇怎么会这么晚？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我可不能让沈清明知道我和娇娇的事。胡说八道！李飞宇，我警告你，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哦，是吗？我看你和葛娇娇行为举止这么亲密，还以为你和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你这是诽谤，是污蔑！葛娇娇就是店里新招的普通店员，刚入职没多久，年纪小不懂事，有时候是毛躁了点。我作为她的上级领导，平常工作上多照顾一下，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你怎么能往那么龌龊的方向想？志远，你怕他做什么？他不过就是个打工的破经理，知道了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李飞宇，我和张哥从大学时候就好上了。你说你们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大学的时候有女朋友吧？难道你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在脚踏2条船，欺骗感情，玩弄女性了吗？没有的事儿！葛娇娇，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大学和你在一起了？张哥，娇娇，我的小祖宗，你少说2句行不行？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这李飞宇是沈氏集团派下来的人，死脑筋不好糊弄。你先委屈一下，别乱说话。等我把他打发走，我保证回头一定好好补偿你，给你买最新款的那个钻戒，好不好？张总，看来这位葛小姐对你所谓的正常上下级关系不太认同啊。你说我是应该相信我的亲眼所见，还是应该相信你这番漏洞百出的辩解呢？飞宇，都是误会。娇娇年纪小，失手打碎了瓷器，我知道你按规矩办事，但这店说到底也是我投资的，都是自己人，何必这么较真？
那100万的事儿就别追究了，回头我让人处理。张总，这恐怕不行。这套瓷器价值100万，摔碎了必须全额赔偿，不然店里的账目根本对不上，我没法向投资人交代。飞宇，通融一下，通融一下。年底做账的时候，你稍微动手，做个假账把这掩盖过去，事后我再好好谢谢你，怎么样？张总，请你自重，你纵容下属毁坏财物，还想做假账蒙混过关，我现在就把实情如实告诉沈总，让他来定夺。你敢？你一个小小的商场经理也敢告黑状？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摆平，不然我就让张哥把你开除。住手！我看今天谁敢开了他。住手！我看今天谁敢开了他。青宁，你怎么在这里？你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情况？张哥怎么这么亲密的叫沈清宁？难道这个穷酸女人真的是张哥那个黄脸婆老婆？要是她闹起来，把我和张哥的事抖出去，我的名声不就全毁了？不行，绝对不能让她坏了我的名声。李经理，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沈总，我没事儿，您怎么出来了？这点小事儿我自己可以处理好，不用您亲自出面的。我不出来，难道看着你被这2个无赖欺负吗？刚才你哪只手打的李经理？是这只，对吧？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张哥还在这里，你别太过分！我当然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敢打我的人，就要做好被打的准备。张哥，好痛！他竟然敢打我！你快帮我教训他，快啊！沈清宁，你干什么？你怎么能这么粗鲁？娇娇就算有不对，你也不能动手打他啊！怎么，我打他你心疼了？张志远，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能让你这么不顾一切的护着他？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他就是我店里的店员，我只是看不惯你这么蛮不讲理而已。就算是一个陌生人被你这么打，我也会站出来阻止的。张志远，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刚才你对葛娇娇那般护短，叫嚣要帮她报仇，你敢说你们2个之间没有任何奸情？你胡说八道！我看有奸情的是你们2个吧？沈清宁，你这么护着李飞宇，为了他打我2巴掌，你敢说你和李飞宇没有不正当关系？沈清宁，你竟然敢出轨这个老男人，你对得起我吗？沈清宁，你竟然敢出轨这个老男人，你对得起我吗？这位先生，请你注意言辞，我与沈小姐之间清清白白，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清清白白？李飞宇，你当我们是傻子吗？要是真清清白白，你用得着拼尽全力护着他？刚才他为了你，可是毫不犹豫扇了我2巴掌。你们之间要是没点猫腻，鬼才信！李经理，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骨头？沈总，我没事儿。张志远，你简直无可救药！光天化日之下，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打人，你眼里还有王法吗？王法？在我眼里，我就是王法。一个老不死的东西，也敢勾引我的老婆，我打他都是轻的。要不是看他病恹恹的样子，我直接打断他的腿。好，你既然这么无法无天，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报警？沈清宁，你还敢报警？你现在眼里只有这个老男人，看来你们早就勾搭上了吧？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这种女人，你也真不挑。这么大年纪满脸褶子的老男人你也下得去手？你还要不要脸？你放手！我没有出轨，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颠倒黑白。沈清宁，你敢坏我和张哥的好事，还敢打我！今天我就先毁了你，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守妇道的贱人，把你和这个老男人牢牢锁死。沈清宁，你还要不要脸啊？背着张哥偷偷出轨，勾搭这么一个老男人，你可真够恶心的。葛娇娇，你和张志远暗通款曲，苟且在一起，破坏别人的婚姻，现在还有脸站在这里教训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一副狐妹子样，也配说我？闭嘴！沈清宁，你当初不知道使了什么狐媚手段，骗张哥娶了你这个黄脸婆，现在还不知道珍惜，敢红杏出墙。今天我就代替张哥，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守妇道的烂货！住手！你们简直无法无天！张志远，别忘了这家店是怎么来的，你忘了是谁给你投资，让你有今天的？你现在竟然敢纵容你的小三这么欺负你的原配妻子，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李飞宇，你还真是跟沈清宁从一个被窝里爬出来的啊！一样的精神不正常，满嘴跑火车。怎么，你该不会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说这家店的最大投资人是沈清宁这个废物吧？怎么，你不相信我就是这家店的最大投资人？李经理，把我当初签下的投资合同拿给他们看，让他们好好看清楚，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你们2个睁大眼睛看好了，这是当初沈总签下的投资合同，
上面有沈总的亲笔集团公章，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你们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糟了，没想到李飞宇这老东西今天竟然还带了合同，不行，绝对不能让娇娇知道真相。要是让她知道我这所谓的事业全是靠沈清宁这个黄脸婆的钱才撑起来的，我就成了人人唾弃的软饭男，她肯定会立马甩了我，到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合同不合同的，我从来没听说过。清宁，你别闹了，在这里拉拉扯扯的多难看，传出去对你我都不好。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啊。难看？我不觉得有什么难看的，倒是你张志远被戳穿吃软饭的事实，现在觉得不好意思了。这是你签的合同，白纸黑字，你想抵赖也抵赖不掉。沈清宁，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张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破合同，你拿着一张薄薄的废纸就想吓唬谁？你和这个老男人真是一丘之貉，一样的恶心。你给我看清楚，这上面盖的是沈氏集团的正式公章，具有法律效力，不是你说的废纸。你再在这里胡言乱语，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废纸就该有废纸的下场。沈清宁，你以为一张破纸就能拿捏我们？我告诉你，做梦！葛娇娇，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那份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投资凭证，你私自撕毁店里的重要文件，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去坐牢？坐牢？好啊，你来抓我呀！沈清宁，你少在这里吓唬我，我不吃你那一套。娇娇，你怎么能把那份文件撕了？张哥，那份文件就是伪造的呀！你怎么还说我？你到底是帮那个黄脸婆还是帮我呀？你再帮着他说话，我可就生气了，罚你1个月不许碰我，不许亲我，我还要把你给我买的包都扔了。葛娇娇，你还要不要脸？在我这个原配妻子面前，跟我的老公说这种不知廉耻的话，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你给我闭嘴！怎么，你想要打我？张志远，你好好想想，你今天拥有的一切是谁给你的？你敢打得下去手吗？住手！你们在干什么？谁敢动沈总一根手指头，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陈特助，您怎么突然来了？张志远，这合同是你们撕的，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投资声明，你们居然敢就这么把它撕了？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什么公章不公章的，这就是一张破纸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别想合起伙来吓唬我。沈清宁这个穷酸黄脸婆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投资人，你们就是串通好的，想讹我和张哥。你们这是涉嫌损坏公司重要文件，藐视法律的重罪。李经理，别和他们置气。陈特助，既然他不肯相信，那就和他们好好说说，这份文件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让他们看清楚，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谁才是那个装模作样的骗子。对，陈特助，您快给他们讲讲清楚，让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好好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丢人现眼。是，沈总。张志远，沈总当初拿出200万投资给你，让你担任这家店的店长，你连公司重要文件的轻重都分不清吗？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你的情人在这里胡闹，毁掉沈总签下的正式文件，你对得起沈总对你的信任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张哥，你不是说这家店是你全款买下的吗？怎么会变成是沈清宁这个黄脸婆投资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不对？娇娇宝贝，你别听他们胡说，这都是他们故意编造的谎言，就是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别信，我怎么可能是靠他的钱呢？怎么，葛娇娇，到现在你还不相信你找的所谓金龟婿其实就是一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穿的名牌背的包包，你花的每一笔张志远的钱，其实都是我的。你胡说！葛小姐，沈总和张志远现在还处于合法的婚姻状态，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养你，按照道理，沈总完全有权利向你讨回所有张志远在你身上花过的每一分钱，让你净身出户。这不可能！张哥，沈清宁就是个只会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他一定是嫉妒我，故意编造出来的，不是真的！你快说啊！够了，沈清宁，你太不懂事了。我不就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吗？你至于这么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处处为难我们吗？沈清宁，你以前很乖巧很懂事的，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才甘心吗？张志远，你可真会倒打一耙。沈清宁，你以前很乖巧很懂事的，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才甘心吗？张志远，你可真会倒打一耙。你婚内出轨，拿着我的钱养小三，现在竟然还反过来指责我不懂事，难道我还应该感谢你出轨，感谢你拿着我的钱去讨好别的女人吗？你脸皮怎么这么厚？沈总说的对，张志远，你自己心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分明是你自己出轨，却反过来污蔑我和沈总，你良心何在？够了，你们真是太小题大做了。我每天在外工作这么累，
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你在家享清福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吗？一点小事而已，你就不能大度一点，继续做好我的贤内助，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了。张志远，你还好意思说你辛辛苦苦打拼？没有沈总，你什么都不是。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沈总给你的，你竟然还敢这么指责他，你良心被狗吃了吗？张志远，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你拿着我的钱养小三，看着你背叛我们的婚姻，还要对你笑脸相迎，继续做你那个任劳任怨、任你摆布的贤内助？这就对了嘛，青宁，早这样不就好了？你现在就向我的娇娇宝贝道个歉，跟她解释清楚，我不是什么软饭男，这家店也是我自己打拼来的，是你故意编造谎言污蔑我们，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哦，你的意思是我不光不应该因为你出轨而生气，反而还应该向你们道歉？当然，这样吧，我答应你，只要以后你好好在家做你的贤内助，别再干涉我和娇娇的事儿，我就既往不咎，还像以前一样对你好，怎么样？听见了吗，沈清宁？张哥都这么说了，你一个倒贴的黄脸婆也配在我面前嚣张？赶紧道歉，不然我就让张哥休了你，让你一无所有。张志远，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就连你现在的职位，这家店的一切，全都是我暗中安排、一手扶持的。你凭什么有脸说出这种无理的话？你哪来的底气？我什么时候吃你的、穿你的了？沈清宁，你别做白日梦了，行不行？你一个常年在家当家庭主妇的黄脸婆，没有1分钱收入，家里每一笔开销花的都是我的钱，你也好意思说这些是你给我的？你说出这种话，自己不觉得可笑吗？就是沈清宁，你怕不是疯了吧？你一个家庭主妇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张哥的工作是你安排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穷酸又廉价，你有那个本事吗？当初上学的时候你就一副穷酸样，现在还是这么没出息，只会靠吹牛装阔气。你们竟然能讲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张志远，我问你，你这几年在商场上多少次看似侥幸地度过危机，避开破产的风险，你以为靠的是你自己吗？当然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拼杀，难不成你想说我靠的是沈清宁吗？就凭你这个刚愎自用、眼高手低的蠢货，怎么可能能安然无恙地度过那么多次风险？李飞宇，你闭嘴！你凭什么说张哥的坏话？李经理没有说错，为什么要闭嘴？张志远，这么多年是沈总在背后默默为你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你却眼盲心杀、恩将仇报，拿着沈总的钱养小三，把他的一片苦心、多年付出全都践踏在脚下，你简直不配为人！够了，沈清宁，是我承认。你可能确实给了我一点钱，在家里做了几年家务，但是你有必要把这些事摆到台面上，让所有人都知道吗？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卖惨，想让所有人都同情你、指责我？你心机也太深了！张志远，你简直无可救药！你受了沈总这么多年的照顾，吃穿用度全靠沈总，到头来竟然说沈总卖惨！你怎么不想想，你每天吃的热饭是谁做的？每天穿的干净衣服是谁洗的？你遇到困难是谁默默帮你解决的？你良心被狗吃了！李经理，不用和他们这种不知廉耻的人多说。张志远，我和你还处在合法的夫妻存续关系。你婚内出轨，拿着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讨好葛娇娇，那就请你把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钱全都还给我。沈清宁，你嘴巴放干净点！谁出轨了？我和张哥就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是你自己小心眼，故意污蔑我们。你一个黄脸婆，留不住张哥的心，就别在这里乱咬人。你还敢狡辩？刚才你们旁若无人的亲热，我和沈总全都看在眼里。你现在说只是上下级关系，谁信啊？李飞宇，你少血口喷人！怎么还想狡辩？不过我可没空和你们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了。陈特助，把你过来路上收集来的资料给他们好好看看。是，沈总。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这里面全是你们两个又亲又抱、举止亲密的照片。难道你还想跟我说，你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你骗谁呢？沈清宁，你竟然调查我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张志远、葛娇娇现在铁证如山，你们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沈清宁，你拽什么拽？现在照片没了，你还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和张哥有一腿？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故意伪造这些东西污蔑我们。有本事你再拿一份出来啊！娇娇，做得好。清宁，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你的老公，你竟然这么不信任我，还特意找人跟踪我们，偷拍照片，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如果不找人调查你，难道就活该被你蒙在鼓里，被你拿着我的钱养小三骗一辈子吗？张志远，你把我当傻子耍，还反过来指责我不信任你，你简直无可救药。沈清宁，你少在这里装可怜，你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是污蔑。
当初上学的时候你就穷酸又自卑，现在跟了张哥还这么小家子气，整天疑神疑鬼，也难怪张哥不喜欢你。谁说没有证据？这些照片都是我亲自收集、亲眼见证的，我算一个人证。更何况店内的监控也拍下了你们无数次亲密的画面。你以为撕了照片就能掩盖你们的丑事吗？没错，我也亲眼看到了，你和张志远举止亲密的不像话，根本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你能把照片撕了，有本事把我们这些亲眼所见的人都撕了啊！有本事把店内的监控都砸了啊！我当然不能把人撕了，但你们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你们说看到了，我还说你们串通起来故意污蔑我和张哥呢。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收了沈清宁的好处，帮他演戏？谁说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葛娇娇，你以为我会这么蠢，拿一份原件给你撕吗？我手里还有很多备份照片，你要是喜欢撕，我可以让你撕个够。什么？沈清宁，你还有备份？沈清宁，你太过分了！我是你的老公，你怎么能防贼一样防着我？那些备份照片和视频，你赶紧销毁了，不然我对你不客气。我为什么要销毁？我还等着用这些证据，把你花在你这个小三身上的每一分夫妻共同财产全都要回来。你和葛娇娇，一个都逃不掉。沈清宁，我给过你机会了，让你道歉了事，你为什么就是不下台阶，非要把事情闹得鱼死网破？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张哥，我看他就是对你求而不得，心里记恨你，故意找事刁难我们。沈清宁，你醒醒吧！你这个人老珠黄的黄脸婆，就算倒贴给张哥，张哥都不会要你，你就别在这里自取其辱了。可笑！你张志远是什么香饽饽？一个靠沈总倒贴才能立足的软饭男，也配让沈总求而不得？也就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三，把这种废物当块宝。你说谁小三？你嘴巴放干净点！谁答应就说谁小三儿。你破坏别人的婚姻，靠着沈总的钱挥霍，不是小三是什么？你就是个厚颜无耻的狐狸精！娇娇，别跟他们置气，你知道，陈特助，你这话就不对了。我这张脸也算英俊潇洒，沈清宁当初追我的时候可是费尽了心思，她喜欢的就是我这一款。沈清宁，你虽然是个家庭主妇，但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给你台阶你就下，我还能勉为其难继续和你过日子。和你过日子，然后看着你和你这个小三一起花我的钱，我还要像以前一样任劳任怨地服侍你吗？张志远，你想得太美了，这日子你和你的小三自己过去吧。沈清宁，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敢跟我说这种话？我没什么意思，我要和你离婚。从今天起，你我之间恩断义绝，再无瓜葛。清宁，我和娇娇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一时糊涂。你等我回去给你好好解释，我们别离婚好不好？我好好陪你，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怎么，现在知道慌了？怕失去一切了？你婚内出轨，拿着沈总的钱养小三，当众羞辱沈总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沈总会跟你离婚，让你一无所有呢？闭嘴！这里没你的事，你少在这里讲风凉话，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张哥，你怕什么呀？他要离婚就让他离，我们还怕他不成？离了他，你还有我，大不了我们拿着钱重新打拼，总比被这个黄脸婆管着强。你也闭嘴！什么重新打拼？哪来的钱？都是你！要不是你，事情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就不能少说两句，添什么乱？张哥，你竟然凶我！沈清宁究竟有什么好的，值得你这么怕他？他就是一个早就被人包养的贱人，对你根本就不忠诚，天天背着你跟别的男人鬼混，不像我全心全意的对你，为了你我连工作都可以不要。葛娇娇，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就被包养了，真是可笑至极。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也配来污蔑我？可笑！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儿，你自己心里清楚。全校的人都知道，当年你在学校的时候，天天有豪车接送，穿的用的全是名牌。你一个穷酸丫头，凭什么能有这些？不是被包养是什么？你现在还装什么清高，真是让人恶心。葛娇娇，沈总这样身份尊贵的人，只有他包养别人的份儿，哪轮得到别人包养他？你口中的那辆豪车本来就是沈总自己的，只不过沈总为人低调，不想张扬而已。你这种眼界狭隘的小人根本不懂。李飞宇，你就别给这个黄脸婆找补了，她就是一个常年在家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连工作都没有，怎么可能买得起豪车？沈清宁，被包养不丢人，但是你死不承认，等到哪天被人扒出来，可就真的丢人现眼，无地自容了。葛娇娇，你用不着在这里血口喷人，恶意污蔑我。我没有被包养，那辆豪车就是我的，我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和任何人无关。沈清宁，你就别硬撑了，我不了解你的家境，张哥还能不了解吗？我都听张哥说了，你就是一个穷光蛋，父母早逝，
也就你那个早死的妈给你留下了点破嫁妆，除此之外，你一无所有。你凭什么拥有豪车，拥有这一切？张志远，我这么多年任劳任怨，在家料理家务，照顾你的饮食起居，让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为了支持你，我暗中给你投资，帮你铺路，你就是这么在背后说我的？沈清宁，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穷不可怕，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穷，但是你怎么能做出被人包养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你就不能安安分分做我的贤内助吗？你怎么就非要给我惹麻烦丢面子？沈总，您别跟这个人渣废话，这种人不值得您生气。对，确实，你们这种人渣确实不值得我生气。沈清宁，你笑什么？难道是被我说中了疾风了？你要是还有点脸，就承认自己被包养的事实。我笑你无知，鼠目寸光。我堂堂沈氏集团千金，手握亿万资产，整个沈氏都是我的。你告诉我，谁配包养我？你说你是沈氏集团的千金，沈清宁，你怕不是疯了吧？你说是就是了，那我还说我是总统呢。就你这副黄脸婆模样，也配碰瓷沈氏千金？真是笑死人了！沈清宁这几年来虽然穿着朴素，从不张扬，但也能眼睛都不眨就拿出200万给我投资。难道他真的是沈氏集团的千金？要是这样，我之前做的那些事，岂不是把他彻底得罪死了？张哥，你不会真信他的鬼话吧？你看看他，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一副穷酸样，怎么可能是沈氏集团千金？他就是被我们戳中痛位，故意编瞎话来吓唬我们的。沈清宁，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了。我承认，你或许是有点积蓄，当初也确实给过我一点钱投资，但沈氏集团是什么量级的存在？你怎么可能和沈氏集团的千金扯上关系？沈清宁，我看你是精神出问题了，你要是有病就早点去治，别在这里风言风语，把我们都传染了。陈特助、李经理，既然他们执意不相信我是沈氏集团的千金，那你们不妨告诉他们我到底是谁。真是可笑至极，葛娇娇，你眼界狭隘，鼠目寸光，也配质疑沈总的身份？不光这家奢侈品店是沈总投资的，就连整个沈氏集团都是沈总的。沈总手握亿万资产，还需要像你这种破坏别人婚姻的小三证明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吗？对，沈总不仅是沈氏千金，更是沈氏集团唯一的未来继承人。张志远，沈总这些年来对你纡尊降卑，默默付出，你非但不知道感激，反而背着他出轨，一次次污蔑他，伤害他，你简直狼心狗肺。陈特助都这样说了，难道沈清宁真的是沈氏集团的总裁？要是他撤掉我的投资，断了我的后路，我就彻底一无所有了。沈清宁，你这戏演的可真好啊！你给他们两个塞了多少钱，才让他们这么配合你演戏？我告诉你，我才不会上当。葛娇娇，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就是个冒牌货，根本不是什么沈氏千金。沈清宁啊，沈清宁，你说大话的时候应该没想到我去过沈氏集团的宴会吧？我远远的看到过沈氏千金，人家那气质那排场，自然不是你这样的黄脸婆可以比的。哦，是吗？那你倒是说说，你看到的沈氏千金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也听听，我这个冒牌货和真正的沈氏千金到底差在哪里？人家沈氏千金那可是气质高雅，仪态端方，一身名牌高定，举手投足间都是豪门贵气，连说话都温柔又有气场，和你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沈清宁，你醒醒吧，你就是一只乌鸦，再怎么装也变不了凤凰，别在这里自取其辱了，还不赶紧滚！葛娇娇，我到底应不应该感谢你在背后这样夸我呢？如果我告诉你，当年你在沈氏宴会上看到的那位沈氏千金就是我，你费尽心机嘲讽的人正是你拼命想攀附的存在，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你不可能，那位沈氏千金的名字明明叫沈青青，是整个海城都公认的豪门贵女，气质卓然，身价不菲。你算哪根葱？你有半分豪门千金的样子吗？简直是痴心妄想，不知廉耻。葛小姐，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沈总这样日理万机，手握亿万资产的集团总裁，有必要浪费时间费尽心机去骗你这个小三吗？我能为我刚刚说的所有话负全部法律责任。我的身份信息你只要打开手机随手一查就知道真假，没必要在这里自欺欺人，丢人现眼。娇娇，他说的是真的，他是沈总身边最得力的人，连沈氏集团官网都有他的介绍。那沈清宁难道真的是沈氏千金？怎么可能？说不定陈特助是被他用什么狐媚手段勾引了，心甘情愿帮他演戏呢。沈清宁，你可真够饥渴下贱的，一个李经理还不够满足你，竟然还搭上了陈特助这种有头有脸的人，真是不知廉耻。够了，葛娇娇，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不光恶意污蔑我和沈总，现在竟然还把脏水泼到陈特助身上来，你到底有没有廉耻心？我看这里最恶毒、最不知廉耻的人，就是你这个跳梁小丑。没错，沈总身份尊贵，我对他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葛娇娇，你怎么能在这里胡说八道？不必和他置气。陈特助，既然这位葛小姐不相信，那你就给她好好解释一下。葛小姐，你孤陋寡闻就别在这里贻笑大方了。顶级豪门的继承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多会隐藏真实身份，在公开场合使用化名。你当年在沈氏宴会上听到的沈青青，其实就是沈总的化名。不可能！张哥，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他还在笑呢，他还在说自己是集团千金呢。他就是个靠男人上位的贱人，你可不能相信他啊！放手！青宁，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不离婚好不好？以前都是我混蛋，被这个狐狸精迷昏了头，我不该背叛你，我给你道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唯你马首是瞻。原谅，张志远，你未免太天真了。你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想抵消你婚内出轨的背叛，你想得美。青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说这种话吓唬我。吓唬你？你配吗？我的意思很明白，我会让你净身出户，你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我都会全部收回。不，老婆，是不是因为葛娇娇，我现在就跟她分手，保证再也不来往，我以后全心全意对你，为你做牛做马，你别让我净身出户好不好？我不能没有你，不能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啊！张志远，你把我当什么了？张哥，你在说什么啊？你不是说你最爱我的吗？你不是说等你站稳脚跟就跟沈清宁这个黄脸婆离婚，娶我过门，让我过上好日子吗？难道你要为了她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们可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你怎么能这么绝情？张志远，你还要不要脸？原来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和葛娇娇在一起。沈总当初不顾身份，纡尊降贵嫁给你，甘愿做你的家庭主妇，全都是因为你死缠烂打、花言巧语的欺骗。他以为你是真心待他，没想到你竟然一直脚踏两条船。张志远，你一边享受着沈总的付出，一边和这个小三厮混，你简直狼心狗肺、丧尽天良！没有的事儿，老婆，你别听他胡说。我和葛娇娇就是大学同学，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他就是故意污蔑我的，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我发誓，我只爱你一个人。你相信我，好不好？张志远，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在你来这里之前，你的这位小情人就已经在我和沈总面前得意洋洋地显摆过你们的恩爱了。怎么，你现在知道沈总的真实身份了，膝盖就软了？葛娇娇，你这个贱人，你对我老婆胡说八道了什么？张哥，你怎么能这么骂我？你说过会风风光光娶我过门，现在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你这个骗子！看来你在背后没有少编排我啊，落到今天这个后果，也是你自讨苦吃。张志远就是个靠沈总吃饭的软饭男，你跟着他，也不过是个靠着沈总钱挥霍的小三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不是的，沈清宁，你不知道，张哥他以前抱着我，亲着我的脸说最爱我这股娇劲儿，说你这个黄脸婆整天围着灶台转，呆板又无趣，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葛娇娇，你闭嘴！葛娇娇，这样一个趋炎附势、翻脸不认人的软饭男，你既然这么稀罕，那就送给你好了。我半分都不稀罕，我当初真是眼瞎，才会养着这么一个白眼狼，浪费这么多年青春。不，老婆，我爱的人只有你啊！我不要离开你，你一定要相信我。都是葛娇娇这个贱人，是她勾引我，是她主动贴上来缠着我不放。要不是她，我们根本不会变成这样。张哥，你在说什么鬼话？什么叫我勾引你？难道不是你耐不住寂寞，天天给我发暧昧消息吗？葛娇娇，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八道？那些名牌包、奢侈品，难道不是你送的吗？是你说沈清宁这个穷酸黄脸婆满足不了你，说你最爱的是我。葛娇娇，你闭嘴！
你信不信我打你？打，有本事你就打！我就是要说，当初是你跪在我面前发誓，说会对我好一辈子，要勾引也是你先勾引我的。你现在为了讨好沈清宁，竟然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老婆，你别听他瞎说，他这是污蔑。我真的错了，老婆，我不该一时糊涂被他迷惑，你原谅我好不好？你打我骂我都行，只要你不跟我离婚，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我都受着。张志远，你的这副嘴脸可真难看。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年，你却背着我找小三，拿着我的钱讨好别的女人。葛娇娇好歹陪了你那么久，你说翻脸就翻脸，还动手打她。像你这样无情无义、趋炎附势的人，你觉得我会放心让你继续待在我身边吗？你也配。老婆，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只对你好，全心全意对你，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跟葛娇娇有任何来往。张志远，从现在开始，你离我1米远，我嫌你脏。你浑身上下都透着虚伪和恶心，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晦气。青宁，你都打过我了，是不是原谅我了？你原谅我了对吧？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你干什么？站在那儿不许动！谁让你靠近沈总的？沈总都说了让你离他1米远，你耳朵聋了吗？还敢往前凑？你要是再敢动一下，我对你不客气。这是我和我老婆的家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给我让开！我要跟我老婆说话，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多管闲事。张总，我什么时候说过原谅你了？你怕不是被打傻了吧？青宁，你打都已经打了，难道不是原谅我了吗？我打你是因为你该打，你背叛我、欺骗我，罪有应得。张志远，你也有今天啊，真是大快人心。都是你害我！我知道了，青宁，一定是我的道歉不够有诚意，我现在就给你赔罪。葛娇娇，你必须为你的无知和恶毒向青宁道歉，快点给青宁磕头，求他原谅你，不然我打死你！张志远，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自己得不到原谅就拿我出来挡枪，你还是不是个男人？闭嘴！你到底道不道歉？别给脸不要脸！住手！张志远，你竟然还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打人，你当我是死人吗？不，青宁，我只是想要让你原谅我。你以为打他就能让我原谅你？你未免太天真了。李经理、陈特助，把他给我控制起来。只想让你消气，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张志远，从今天起我们离婚。这家店是我投资的，我会立刻收回。另外，你还要赔偿我摔碎瓷器的100万，这是你应有的代价。什么？100万？不，青宁，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我没有那么多钱，你放过我好不好？你别跟我离婚，别收回店面，行不行？李经理，这店里的一切该索赔的索赔，该清理的清理，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不用留情，按规矩来就好。是，沈总，您放心，我一定严格按规定处理。陈特助，走吧，你现在就去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越快越好，我不想再跟这个渣男有任何牵扯。是，沈总。不，青宁，你不要走，你不要跟我离婚，你回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一定为你马首是瞻，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求你别丢下我，求你了。闭嘴，老实点。有这力气在这里嘶吼求饶，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凑齐那100万赔偿款。沈总仁慈，只让你们赔100万，要是按沈氏集团的规矩，你们砸了价值不菲的古董瓷器，赔1000万都不为过。100万？什么100万？那东西又不是我摔的，是葛娇娇。那瓷器是葛娇娇这个蠢货摔的，我当初千叮咛万嘱咐过她，那瓷器是珍藏的宝贝，碰都不能碰，更不能摔。是她不听我的话，非要逞强摆弄。你们要赔偿，找她要去，关我什么事儿？我凭什么替她承担？张志远，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怎么能把所有责任全都推到我的身上来？你明明说过，这家店以后就是我们的，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这店里的东西，我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你还说，就算我把店拆了，你也会护着我，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现在出事了，你就翻脸不认人，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这种趋炎附势的软饭男，简直恶心到骨子里！啊，够了！我
我没有功夫在这里听你们互相推卸责任，狗咬狗。你们两个，一个婚内出轨，拿着沈总的钱养小三儿；一个破坏别人婚姻，嚣张跋扈，现在砸了沈总的东西。这100万你们必须一起赔，少1分都不行。过几天这家店里的所有索赔账单，我会一一发送到你们手上，你们必须按时按价赔偿。若是敢拖延，敢耍赖，那就等着吃官司、坐牢吧。李主管，求你通融通融，1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啊！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求你跟沈总说说，再宽限我们几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张志远，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店吗？你不是说你是沈氏的高管，年薪几百万，手里有的是钱吗？现在好了，李飞宇要我们赔100万，100万啊，咱们拿什么还？都是你这个废物，都是你骗我，说你能罩着我，说我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葛娇娇，你少在这给我马后炮！当初我把那些钱一沓一沓拿回来的时候，你不是花的挺开心的吗？你美容院里1年10几万的 VIP 卡不是我给你办的，你身上穿的那些名牌衣服、戴的首饰，哪一样不是用沈清宁的钱买的？现在出事了，你就来怪我，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也挥霍了不少？张志远，谁知道沈清宁那个贱人的心肠这么狠？张志远，谁知道沈清宁那个贱人的心肠这么狠？你和他在一起那么多年，夫妻一场，说翻脸就翻脸。你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他就要把咱们往死里逼。这100万怎么还？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嫉妒我比他年轻，比他漂亮，嫉妒你爱我不爱他，所以才故意找借口报复我们。葛娇娇，我的钱全都是沈清宁给我的，他现在要跟我离婚，要收回店面，我手里1分钱都没有，怎么还这100万？你自己闯祸，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什么？你1分钱都没有了？你这个人……不行，现在不能再激怒他，否则这100万凭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还得起？哎呀，志远，你别生气嘛，我也不是故意要怪你的，我就是太着急了。你想啊，你和沈清宁那么多年的夫妻情谊，怎么可能说算就算呢？沈清宁现在就是在气头上，一时糊涂才会追着咱们要债，要跟你离婚。你去好好跟他道个歉，多说说软话，再在他面前表表决心，他心一软，说不定就不追究这事儿了。那100万不就不了了之了吗？到时候店面还是你的，我们的好日子照样过，皆大欢喜。道歉，葛娇娇，你是不是被吓傻了？你没看见沈清宁刚才是什么态度吗？他眼神里全是厌恶，根本油盐不进，连多看我一眼都觉得晦气。他这次是铁了心了要跟我离婚，要让我一无所有。你以为还是以前，我跟他说2句好话哄一哄他，他就会原谅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到时候怎么办啊？总不能坐在这里等着坐牢吧？100万啊，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难道真的要被沈清宁那个贱人逼死吗？怎么办？怎么办？这到底怎么办啊？100万，我去哪里凑100万啊？沈清宁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狠心，一点情面都不留？对了，我怎么把我妈给忘了？我妈对沈清宁恩重如山啊！当年沈清宁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是我们家收留了她一阵子，给她一口饭吃，一个地方住。要是没有我们家，她现在说不定早就饿死街头了。她平常最害怕我妈了，我妈说一句，她从来都不敢反驳。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好好治治她这臭脾气，让她收回成命，不跟我离婚，也不要这100万赔偿款。到时候我们就又能过上好日子了。对，志远，你太聪明了。你妈对沈清宁有恩，她肯定不敢不听你妈的话。沈清宁那个贱人就是欺软怕硬，只要你妈出面，她肯定会乖乖妥协，不仅会原谅你，还会把店面还给你，那100万也不会再要了。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回来了。你快打，快给阿姨打电话。放心吧，宝贝，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我妈最疼我了，只要我跟她说沈清宁欺负我，她肯定会为我做主。到时候好好教训一下沈清宁那个臭女人，让她知道谁才是真正能拿捏她的人。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再给你买几个新的名牌包，好不好？好，我就知道志远你最疼我了。那你快打，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妈，出大事了！沈清宁那个贱人发现我和娇娇的事儿了，她现在彻底疯了，一哭二闹三上吊，非要跟我离婚，还狮子大开口要我们赔100万。她说要是不给这100万，就把我和娇娇告上法庭，还要送我们去坐牢啊！妈，您快救救我们！他就是故意刁难我们，根本没把您和我们家放在眼里。你快来吧，我和娇娇都快被他欺负死了。阿姨，您快过来！
沈清宁那个穷酸黄脸婆，以前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女，现在居然敢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还想害张哥，您可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反了天了！她一个靠我们家收留、吃我们家饭长大的家庭主妇，也敢这么嚣张，还想送我的宝贝儿子去坐牢！志远，你等着妈，妈这就过去，好好教训她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替你们撑腰。宝贝儿，放心吧，我妈来了，沈清宁那个贱人肯定要乖乖妥协，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回来了。妈，您是不知道沈清宁她现在有多过分，就因为我和娇娇的小事，她逼离婚还索赔100万，那可是100万啊，我们哪里拿得出来？她这根本就是故意要逼死我们，一点情面都不留。是啊，阿姨，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您当年收留她这个孤女，给她饭吃，给她家，她却翻脸不认人。她不仅逼张哥离婚，还要送我们去坐牢，心肠也太毒了。她就是嫉妒我比她年轻，比她漂亮，嫉妒张哥疼我，还故意找借口报复我们。岂有此理！反了天了，这个白眼狼！当年要不是我们家收留他，他早就饿死街头，无家可归了。现在居然敢这么嚣张，敢跟我的宝贝儿子提离婚要赔偿。我看他是翅膀硬了，忘了自己的本分，忘了是谁给他的一条活路。就是啊，妈，我就是一时糊涂，犯了点小错。可沈清宁她一点都不大度，非要揪着不放，还说就算您出面，她也不会妥协，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家吗？沈清宁，你还敢回来？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赶紧给我跪下，向我儿子道歉，向娇娇道歉，把离婚的事收回，再把那100万的赔偿款取消，不然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该道歉的难道不是你的宝贝儿子吗？他婚内出轨，拿着我的钱养小三，还有葛娇娇。你破坏我婚姻，还搬弄是非，你们才是该低头道歉的人。沈清宁，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出轨怎么了？我不就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小错吗？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赶尽杀绝吗？更何况当年要不是我妈收留你，你能有今天？你不知恩图报，反而揪着我的小错不放，你还有理了？就是沈清宁，你就是个白眼狼。阿姨好心收留你，张哥真心对你，你却不知好歹，非要闹离婚要赔偿。我看你就是脑子进水了。你一个没人要的孤女，若不是张家收留你，让志远哥和你结婚，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街头乞讨呢，也配在这里跟我们谈对错。沈清宁，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儿子都说了，他只是犯了点小错，你就不能大度一点？我们家对你有收留之恩，你今天必须给我跪下道歉，不然我就闹到你公司去，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蛇蝎心肠的女人的真面目，让你身败名裂。收留之恩我记在心里，所以这3年来我对张志远百般扶持，给他投资开店，帮他摆平商场上的所有麻烦，给他钱花，给他人脉，我付出的一切早就远超当年的收留之恩，足以还清所有情分，我们之间互不亏欠。沈清宁，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妈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敢拒绝？你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你以为你有点钱就了不起了？没有我们家，就没有你的今天。就是沈清宁，你别装清高了，惹急了我们就把你以前寄人篱下、吃张家饭的丑事全说出去，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所谓的沈氏总裁的真面目，看你还怎么在海城立足，看你还怎么耀武扬威。沈清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跪不跪下道歉？要么你就乖乖跪下，收回离婚的话，取消赔偿，安安稳稳做我的儿媳妇，好好伺候我儿子；要么我就闹得人尽皆知，让你一无所有。我不会道歉，也没有错。我今天回来，不是跟你们争辩的，也不是来求你们原谅的，我只是来收拾我的行李，彻底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沈清宁，你敢！你别以为你走了就没事了，离婚的事儿，你说了不算。你给我站住！沈清宁，你今天不跪下道歉，就别想踏出这个家门一步！我看你是彻底疯了！
沈清宁他这次该不会是来真的吧？他真的不顾当年您收留他的恩情，非要跟我离婚？要是他真的走了，我们的店面，我们的钱，不就全都没了吗？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他，他早就饿死街头了。他怎么敢真的翻脸不认人？他肯定是在跟我们赌气，故意装装样子，想逼我们服软。等他气消了，自然就下来了。阿姨、张哥，你们别担心。阿姨，您想啊，他要是真的想走，早就走了，还会回来收拾行李吗？他就是故意摆姿态，想让我们求他，到时候他再顺坡下驴，既保住了面子，又能继续拿捏我们。这种女人的心思，我最清楚了。对，娇娇说的对，我当年救了他的命，给了他一个家，他怎么可能转身就走？怎么可能真的不顾这份救命之恩？肯定是在装样子。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的宝贝娇娇聪明，说的有道理。沈清宁肯定是在装样子，他离不开我，离不开我们家。等他想通了，就会下来求我们的。到时候我们就逼他取消赔偿款，还得让他好好伺候我们，好好反省。沈清宁，你真的要走？你忘了当年我妈收留你的恩情了吗？你忘了我们这3年的夫妻情分了吗？放手！我说要走，你还当我在开玩笑？沈清宁，你这个白眼狼，你真的不顾我的救命之恩，真的要走？我当年好心收留你，你现在居然要跟我儿子离婚要赔偿，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这个忘恩负义、蛇蝎心肠的女人！当年的收留之恩，我已经用3年的付出还清了，我们之间互不亏欠。从今往后，各不相干，再无牵扯。沈清宁，你敢！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一步，就别想再进门。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我们张家的人，我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妻子。怎么，你以为我会怕吗？阿姨、张哥，你们别跟他废话了。他既然这么不听话，我有办法让他乖乖听话，甚至让他变成我们的摇钱树。什么办法？娇娇，你快说！只要能让他妥协，不管什么办法，我们都愿意试。这是我托人买来的药，只要把这药放在水里，让沈清宁喝下去，他就会变成傻子。到时候别说那100万赔偿款一笔勾销了，沈清宁是沈氏集团的总裁，他的家底那么厚，所有的钱所有的资产不就都归我们了吗？我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再也不用怕他了。这可以吗？要是被人发现了，我们岂不是要坐牢？有什么不可以的？是沈清宁先不仁不义逼我们的。他既然敢对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凭什么不能反击？就是啊，张哥，沈清宁那个贱人心肠那么毒，我们这是正当反击。只要他喝了药变成了傻子，就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了，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你就别犹豫了。好，就按你们说的做。既然他不肯妥协，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只要能拿到钱，其他什么我都不管了。青宁，我错了，刚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你一路奔波肯定累了吧，连杯水都没喝。来，喝杯水，润润嗓子再走。张志远刚才还对我厉声叫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献殷勤。青宁啊，是妈不对，妈不该逼你道歉。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要离婚，妈不拦你。可这或许就是我们婆媳，我们一家人最后的一面了。你就喝杯水再走吧。既然你们这么想算计我，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一玩。
也好，既然是最后一面，那就喝一杯。从此两不相欠。你们是谁？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成了，真的成了！好，太好了！从今往后，沈清宁就是个傻子，他的一切都归我们摆弄，我们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沈清宁，以前是我怕你，现在你成了傻子，就乖乖做我们张家的奴婢，赶紧把你藏起来的钱全都交出来。从今往后，你要给我们洗衣做饭、端茶倒水，服侍我们一辈子。这就是你忘恩负义，跟我们作对的下场。张志远，你不是最喜欢在我面前表演和小三恩爱吗？现在感觉如何？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喜欢吗？什么？沈清宁，你没傻，你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是在跟我装傻。怎么，看见你的药没有如你们所愿，让我变成任人摆布的傻子，你感到很失望？可潇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信誓旦旦跟我说你的药能让沈清宁变成痴呆吗？啊？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你说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张哥，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现在好可怕。沈清宁，是你，一定是你在搞鬼！你这个贱人，你快点把我变回去，不然我弄死你！张志远，你以为我每天给你喝的是补药？那是高浓度的雌激素，这变化是不可逆的。既然你永远管不住你的下半身，那我干脆帮你断了这祸根。沈清宁，你这个毒妇，你怎么敢？我是你老公！张志远，本来看在几年夫妻情分上，我只打算跟你离婚，但是你们既然敢合起伙来想对我下黑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你们加注在我身上的一切，我会让你们百倍奉还。从前是我眼瞎心盲，错把榆木当珍珠，为一个渣男付出了青春，耗尽了心血。从今往后，我只为自己而活。